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就在刚刚，美国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要在12月底之前完成降息100个基点的工作。那么对于市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那么我们看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经历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由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构成，并且呢一组日线级别下跌跌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完成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呢，我们认为根据我们 K 线西欧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日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容易出现一个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原理我一直在反复的说。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已经有了多家银行爆雷破产。那么这些银行破产之后呢，美国接管了美国政府接管了这些银行并且呢公布了昨天晚间议息会议完成之后今天公布了这个会议的结果，就是降息100个基点。那么行情在这里面就会出现一定的反弹。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小日线级别反弹和4小时级别反弹应该会在这里出现。那么重点关注的是美股32500点这个位置的压力，这个位置压力就是140均线、169均线形成的。那么如果反弹过程当中能够形成日线级别反弹，就会重新回到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的区间就会正式发生一个反转行情。那么我们也是正在期待这个反转行情的能够出现。那么比特币在这2天的行情当中也出现了非常好的 V 字形反转。那么 V 字形反转之后呢，更多的震荡可能会在这个阶段发生。那么目前比特币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节点这个关键性的节点也是 V 字形反弹之后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阻力位，就在25000点位这个点位呢，我们看到了昨天发动了一定的突破，在日线级别发动突破未果之后，重新遇阻于25000点。那么这个位置它的震荡区间呢，就是在25000美金和23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我认为在这里会形成一定的震荡，原因是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上边线的位置就在23000美金因为所以呢这里出现一定的震荡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在震荡之后呢，我们还要观察目前多空的一个较量情况。我们知道行情走到这里边在前面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突破了140均线、169均线，并且突破了19500美金成功形成了一组上涨行情。那么这组上涨行情完成之后，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宣告结束。那么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在这里面出现，悟空阳线走来之后走出了一组非常复杂的8节阳线组，这里面出现了非常多的干扰性 K 线，然后行情急转直下，出现了一个暴跌。这个暴跌呢是伴随美股的下跌和美国银行的破产而发生的但是行情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错杀所以呢产生了一个 V 字形反转。那么 V 反之后，我们要重新辨别当前行情当中的一个反弹的时间级别。那么目前我们观察日线级别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也叫标志性的阳线，是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也叫悟空阳线。那悟空阳线走了之后，8节阳线在前天的行情当中走了出来。那么昨天的26386这个高点，我认为它是一个沙僧阳线所要经历的过程。那么这个沙僧阳线如果继续震荡、反复震荡下去之后干扰性 K 线在这里形成之后，可能会突破25000美金，最终呢形成一个唐僧阳线。因此呢，在这个行情当中，我仍然抱有一个多头方向的预期之前的行情当中从阴霾走了出来，行情重新启动之后，就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并且呢，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放大一个时间级别之后呢，我们看到这里面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是8节阳线组这个8节阳线组走的非常凶险甚至包括我也几乎有一些仓位是减仓了在高位减仓了，但是呢底部并没有完全接回来但是呢我依然有一些仓位在这个行情里面，特别是我关注的一些重点币种这些重点币种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那么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走出8节阳线组之后就有可能走出一组非常令人兴奋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目标点位保持在28000美金附近最终完成一轮周线级别上涨。那么我们这2天看到以太坊的表现并不非常突出，原因是在这个140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段出现了冲高回落的现象。那么目前为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段
已经达到了支撑位0.067附近。这一条支撑位呢，是从21年5月份波峰连线通过焦点之后延长线的部分，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支撑。在这个支撑位的作用下，我认为以太坊的行情很快就要到来因为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也就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一个涨速的一个比例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到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位。因此呢，对于以太坊对 USDT 的这个价格，我认为可能会很快会突破这个箱体结构。那么目前我们关注的这个箱体结构的上边线位置大概是在1700点附近。那么$1700如果发生突破，我们看到这里面前面行情当中走出了一轮这个日线级别上涨细由。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从底部上来之后，它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呢，已经走到了一个杀升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如果发动突破，会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唐僧阳线，目标点位$1850。如果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我们看到了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周线级别上涨细由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8件阳线组，这个8件阳线组非常复杂。那么如果能够形成周线级别上涨细由，会突破一个周线级别144均线，到达位置是$2250附近。那么本轮行情重点关注的币种是 CFX。那么它的一个走势呢，我在整轮行情当中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那么它的上涨呢非常典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我的一个学员然后问到我之后，我给他画了出来。那么它就是一轮非常典型的日线级别的上涨细由。那么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期油战法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它做出了一个什么动作呢？做出了2轮的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这里面是2轮日线级别下跌细由构成了一个下跌结构。那么在这个下跌结构当中，我们可以通过波峰连线、波谷连线画出的它的一个平行结构的下跌过程。那么在下跌过程完成之后，伴随比特币和美股的反弹呢，它同样在4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做出了一个上涨细由的动作。那4小时级别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由，但是呢，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走到了一个悟空阳线、8件阳线、杀升阳线的这个势力范围。我们可以看到上方2根阳线互相是有关联的，它的实体部分和影线部分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呢，把这2根阳线判断为杀升阳线。那么杀升阳线的主阳线是在昨天发生，那么今天是杀升阳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虽然是阳线，但也是一个干扰性 K 线，因为它没有完全脱离杀升阳线的主阳线的部分，因此呢，它是一个干扰性 K 线。那么干扰性 K 线走完之后呢，我认为唐僧阳线会最终发生最终呢形成一个对前高0.3669这个位置的一个突破。然后我们通过合并 K 线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和8件阳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算是一个周线级别的杀升阳线。那么很快呢，我们可能会在这轮行情当中看到香港板块龙头币种 CFX 走出一个周线级别上涨细由，目标点为$0.7。然后我的学员和这个粉丝群很多人都在买 FAIL 代币因为 FAIL 和这个道指是我这2天经常说的。同时呢，他们还更多的关注一个币种，就是 Mask 是和这个狗狗币非常相关它也是和狗狗币类似的是一个这个推特板块的一个币种马斯克强烈推荐的这个币种。那么马斯克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势，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学到一点东西这一点东西呢，是你分析行情和判断很多币种做它的建仓动作和出逃动作的一个依据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它的第一轮上涨是早在去年10月份，当时比特币还是处在一个熊市当中走出了一轮独立行情之后，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由。然后围绕上涨的过程，我们看到了上涨过程它会拉升出很多的筹码空缺区，所以呢，它通过反复的下跌和震荡，对这个筹码空缺区进行了回补动作。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轮下跌之后回补完成，第2轮下跌回补完成，第3轮下跌完成之后正在进行更密实的缝合和回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筹码密集区主要是在$2到$5这样的一个区间，反复震荡之后形成筹码密集结构最终呢，它的一个筹码将会在$3.5附近进行一个夯实。夯实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已经几乎完美的
做了出来啊，这是真实的物理世界当中啊 K 线在这里面做了出来之后啊，那么它的变盘的一个位置一个区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4月份附近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你要在3.4美金附近啊布局你的仓位。那么未来呢，如果在近焦点附近发动突破的话，啊，你就会获得一定的利润。同时呢，在这里布局之后啊，在底部位置，如果打到底部位置，如果在变盘的时候打到底部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2.7美金附近，2.7、2.5美金啊这样的一个区间啊，它是一个你补仓的一个位置。因为我们知道啊，近焦点附近它发生了变盘，容易打下来之后再反弹上去，也有可能会直接上去啊，走上去。因此呢，你当前要布局的是啊，第一个仓位就是震荡区间的第一个仓位，这样呢涨上去之后啊，你可以获利。那么第一个仓位布局之后，你还要留一定的本金啊，留一定的 USDT 去做这个第二个仓位的补仓动作。如果打下来之后啊，如果发生快速回踩之后，你有钱在这里面补仓第二个仓位，这样呢能拉低你的成本。拉低成本之后啊，在回踩之后的上涨和反弹过程当中，你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啊。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 K 线吸收战法，感谢大家，再见。